好的，那我然后我们 们从现在开始吧。OK，然后刚才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怎么样去 create 这个 RAG 的 pipeline，呃，主要是分为这么五个步骤。那么接下来是针对这五个步骤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loading 和 embedding。loading 和 embedding 这块 Llama Index 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主要的三种方式去进行数据的一个 load，一个就是这个叫做 Simple Directory Reader，呃，就是针对不同的 file 的 type，从我们的 local directory 进行 load，一个就是 Llama Parse，它是一个 official 的 tool，主要是针对的是 PDF 的一个 parse。然后就是 Llama Hub，它有很多的已经成型的这种 library 可以供我们使用。然后这边它能够 ingest 的数据是从任何 source 都可以去使用。然后这边它给了一个这样的 example，就是使用这个simple directory reader，直接从我们的 local directory 去把这个东西给 load 进来。在 load 数据之后，我们需要把它们给切成小的块儿，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 node 的一个概念。这块儿它提供了两个工具，一个叫做 sentence splitter，它是把这个 document 给 break down 成了 meaningful 的 chunks，把它先是大条切小条嘛，然后小条的话，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 convert，也就是使用这个 Hugging Face embedding 的一个工具，去把每一个小的 trunk，这样有语义的 trunk 去给它翻译成 numeric 的一个 byting，也就是把人类语言翻译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一个语言。在我们拿到的数据 load 好了，把它切成了小条，每一个小条也都进行了翻译，我们把它呃存储在了我们的数据库里边。这块儿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叫做 Chroma 的一个插件，可以来 store 我们的 document。在 store 完之后，我们还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 indexing，为了方便后续的一个 query，这边也有提供了一个这个 vector store 的一个 indexing 的工具，去帮助我们进行数据的处理。对于数据的 query 呢，它这边也提供了三个 tool，一个是这个 as retriever，就是针对这个比较 basic document，它会给你 return 也一个 list，那这个 list 就是跟你的嗯，就像是我们给它的数据其实是课文，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在拿到我们的问题之后，它会对我们的课文进行一个搜索。会找到一条跟我们的问题相关度最高的这么一条小块拿过来，因为他认为这条小块就是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的这么一个来源，所以他就会给你 return 这么一个 list of 小块。然后这个 query engine 呢，它是针对你一个 single 的 question，它会给你一个written 的 response。Chat engine 是针对一个轮环的一个 conversational 的，你不停的给它问问题，它不停的回答你这么的一个过程中，使用的一个工具。然后在今天的话，我们主要的使用的是这个 query engine。这边也提到了说，在进行 response 的过程中，它也会有一些 process，比如说进行一些语言一些处理，对于最后的一个 response，嗯，最后 response 过之后，它会进行一个这样的 evaluation，然后去测试，主要是测试三个点，一个就是测试这个你的答案是否正确，是不是你给予的这篇课文能够回答你所有的问题。然后就是测试它的 relevance of answer，就是它给予你的这个答案是不是跟你的问题关联。然后就是测试你给的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就是这边有一个 evaluation 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 metrics。component 这个 element 我们讲过了，接下来我们就 move 到这个 tool 的部分。tool 的部分这边也是提供了4个 tool，分别是 function
tool、query engine tool、tool specs 和 utility tool。Functional tool 主要是它能够把 Python 的 function 给 convert 成一个 AI agent 能够使用的一个 tool。然后 query tool 是让我们更好的使用这个 query engine 去我们自己的 database 里边去找寻答案。tool spec 是 community create 的一个 tool set，它包括一些比较特殊的 service，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在你的 Gmail 里去找寻谁给你发过邮件，或者说去 check 你的 calendar，去看你之前某个时间点有什么样的安排。然后 utility tool 主要是去handle large amounts of data from other tool，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别的工具的时候，它会返还给我们非常多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可能是有用的，也可能是不相关的。那而且这些工具的这个格式啊、format 呀，都非常的混杂。那么 utility tool 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从这一堆的数据中找寻到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数据。接下来就是讲了一下这些 tools 是怎么使用的，比如说像这个functional tool 非常容易的，你就可以通过一个定义，将一个你 Python 的一个手写的一个 tool 转化成一个 AI agent 可以使用的、可以直接靠的一个东西。在这边你需要去定义它这个你 Python 的function 的名字以及你的这个 description。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Query Engine 的 tool。Query Engine 这块儿就像是我们定义了一个 database，我们把这个 database 去进行了一个 vector，我们把它存到了我们的数据库里边，我们通过它的这个 tool 进行了一个 indexing，最后通过这个 Query Engine 去使得我们这个数据库，去建立这样一个让 AI agent 能够通过 Query Engine 去 query 我们之前储存的这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database。然后这个 tool specs 的使用就非常的简单，你就直接去 download，直接使用。你可以通过这种 print 的方式去看它有什么样子的 tool，以及它们的功能是什么样子的。utility tool 这块儿也是，嗯，给我们讲了几个，呃，就是介绍了几个可以使用的一些工具。然后讲完了 components，然后讲完了 tool，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agents 的环节。这边主要是提供了三个非常主要的一个reasoning 的 agent：functional calling、React agents 和 advanced custom agents。functional calling 主要是跟AI model 一起去帮助你去靠一些 specific 的 function。然后 React agents 是可以跟呃 AI 的一些 chat 呀，或者说 bot 一起去帮助你完成一些复杂的需要去思考原因的一些任务。然后 Advanced Custom Agents 主要是通过这个呃更加复杂的一些 model 去帮助你去完成你的一些任务和 workflow。下面就是一些如何 initialize 这些 agent 的一些过程，这个使用也非常的简单，你就呃去靠它这个 agent workflow 的一个小的 feature 就可以进行使用。如何使用这个Core Engine 的 tool 去创造我们 RAG 的 agents？通过 Core Engine 创造了 Core Engine，然后去把这个 Core Engine 带到这个 tool 里边，然后再把这个Core 的 Engine 的 tool 给到这个 agent，就这样子搭建了几个桥梁，能够使我们的 agent 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进行 query。Multi-agent 的 system，对，我觉得这个代码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它通过
通过去定义这些 agent 以及去定义它的这个 root agent，能够使得它这个 agent 能够管理两个不同的 agent。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workflow 的这个环节。workflow 主要是提供一个 structured way 去帮助我们 organize 我们的数据。这边有一个图片，就是在这个 event 开始之后，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parse query 的一个环节，到接下来有一个啊、拿到 query event 去 run query，以及我们呃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些 workflow setup 的一个 workflow，parse query 的一个 workflow 和对于这个 input 进行 collection 的一个 workflow，最后会汇总到一起，回答完问题之后，我们的这个 event 就淡了，就完成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主要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它这个，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代码以及我们的各个的逻辑。workflow 的创造也是通过这个 define，通过 define 你就可以去把一些start 的 event 给传进去，然后它会拿到一个 stop 的 event，通过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去管理你的 event。然后如何去 connecting multiple 的 step 呢？我们也是通过你的这个 parameter 呃以及这个 result 的一个 parsing，在 step one 的时候，我们把 start event 传进来，拿到这个呃中间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再传进我们的第二个 function 里，最后拿到一个 stop event，通过一个这样中间量传递的一个方式，去把多个步骤给串联起来。这边也提供了一个如何去做create 一个 loop，也有一个工具能够帮助你把你整个的 workflow 给画的非常清楚。这边有一个概念就是 state management，就是当你想要去 track 整个 workflow 中，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可以用这个 state management。它这个 state management 主要是通过这个 context 去主要是通过这个 context 去做作为这个最 top 的 parameter 去进行所有的管理。这个是 automating workflow with multi-agent workflow。整个的流程其实也都是大同小异，就是你创造一个 agent，你创造一些，你定义一些 agent，然后把这些 agent 给放进你的 workflow 里，你就可以去使用。对，然后我们这周的内容也比较少，主要就是了解了 Llama 以及它提供的呃了解了什么是 Llama，然后以及学习了它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elements，比如说这个 components 啊、tool、agent 和 workflow 的这些概念。然后在 component 这个环节，我们着重的学习了一下这个RAG 和 Query Engine。RAG 的话，就是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我们给它提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方面 special knowledge 的一个数据库，或者说我们提供给它这样的一个 documents，然后它这个 framework 就可以帮助你把你的这一部分的 documents 啊，你的数据给处理成计算机更好理解的vector，然后存在这个数据库里。然后通过这一部分以及它的 memory 的一个总和去进行你问题的一个回答。最后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 RG 的5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把 document load 进来之后，我们会进行呃一个数据的一个 vector embedding，也就是说把人类的语言翻译成计算机的语言，翻译成计算机的语言之后，我们会把它存储在我们的 vector 的 database 里。为了能够更好的 query，我们还会进行一些 indexing，然后最后就会变成一个LLM 能够直接 query 的一个 database。最后还要去有一个 evaluation 的机制去判断，呃从3个方面来进行这部分的判断。OK，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存储，这个存储是存储在那个 LLM run 的那个 cluster 里面，还是说是在我们本地，就是我们跑这个 agent 的这个本地这个数据存在这里，然后 index，然后就说这一块不是很清楚，能有人在说话吗？我好像听不到。哦，有我在说话，你能听到吗？Hello，丽珍，能听到吗？Hello，丽珍，刚才那换一个耳机。个我们，稍等一下啊，我们那个领读人换一下耳机。Hello。嗯，丽珍，你可以再说一下，我好像你的声音比较小。啊，你是说让我再说吗？还是让那个领读人在？哦，OK，我看到有人在群里发了一下这个朋友问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这个 RG 处理的本地数据库存在哪儿？这块儿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数据库。我说话你们能听到吗？可以能听。听到，能听的话可以打个一吗嗯，可以听到。？OK。对，就是这边它这个 Llama Index 它提供了一个插件叫做 Chroma，这个 Chroma 就可以去存储我们的一个 document，我们可以带着大家过一遍呃呃这个代码，就是你创造了一个 Chroma 的一个数据库，然这后你个是在去本，呃嗯，去对它进行一个vector 的一个处理，把它翻译成计算机的语言，然后再把它带到这个 pipeline 里边。对，这边的呃数据库主要是通过这个 Chroma 的插件存储在这个 vector 的 database 里。对，丽珍，你能听到我这边说话吗？好像丽珍那边耳机可能呃不是能收到声音。稍等。对，刚才请的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它这个是存在本地的，就不是储存在这个 LLM 里面的，它是一个外部的一个这种 database，然后是一个 vector database。这个里面课程里面用的这个 Chroma DB 就是一种常用的这种 vector store 的一个数据库。我们就是把提前处理好的这些外部的这些信息文档，以 vector 的形式储存在这个 vector database 里面。然后后续就可以来进行，呃，在 RAG 中使用。所以就是这个 index 也是在本地，然后我们那个 query 啊什么的都是在本地做吗？那 LLM 它拿到这些数据，那是要把这些本地的数据再通过这个 URL 给送到那个大模型那个跑的那个就是那个 server 上去让那个 LLM 去拿到这个最新的数据，然后再去处理，然后再返回吗？是他的那个是怎么不是的。做的？对，它这块儿的这个逻辑其实就像这块儿一样，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LLM，它本身它是一个 train 过的一个 model，它可以回答你的很多问题，但是由于它没有最新的一些数据，所以我们给它提供这些最新的数据，其实就是帮助它更好的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给它提供了这个数据之后，它其实并不会跟它本身的这个大的模型再去进行一个交互，它就是一个单独存放在这儿的一个，就像我们做阅读理解中的一个课文。那么 LLM 就像是你的大脑，你通过你的大脑去读这篇课文，然后再去看你的问题，去找到这个课文里与这个问题连接最深，然后最关键以及它的这个 similarity 最高的这一段话。你就会认为这个创客是能够回答你 question 的这一个创客，然后会对你这个小的创客进行一个解析。所以说，你的这一块新的数据其实并不会再被用于进行 fine tuning，它只是作为你的呃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呃一个数据。就是一个信息的来源，去帮助你更好的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你使用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是 LLM 本身。
所以这个新加的这些数据，它不会去，就是不会被用来再去 train 这个 LLM，是这不会，意思吗？它不会用来 train，它只是作为资源放在那里，让你直接去里边寻找答案。那这样的话，我在本地我的这个拿到的数据会越来越多，那我的这个 disk 就是将来就说会存储越来越大，那这个怎么处理啊？就是说，那像将来就是我一直都跑，那我也需要更多的 local 的数据啊什么的，还是说如果真是在生产线上面，这个会是在专门的 production 的这种呃这个这个这个环境中，然后这个 LLM 就直接 apply 在这，就是直接去用这个 production 上的存储去做所有的这些操作。首先呢，你这问题问的挺好的，我想先就这个存储的问题进行一个回答，就是我们所有的，嗯、不管是我们什么数据的库的储存，我们都不是存在我们可以存在我们的本地，但是在 production 中，我们会把它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专门的数据库里，或者说是硬盘里或者云端里，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储存。那么我们的这些 knowledge 其实也是储存在了这些地方，但是它不会跟 LLM 呃进行任何的关联，LLM 只是使用你储存的这些数据去回答你的问题。然后你刚才提到在这个生产线中，据我了解，它这个生产线中，它他们可能会用一些什么 GPU 啊，或者说是更高端的一些什么 Supermicro 的一些硬件来去进行储存。当然也有你说的 fine tuning 的这一部分呃这一部分的技巧，但是这一部分的技巧跟 RAG 是没有关系的。RAG 就是呃你使用 LLM 去对你的这一部分呃 database 进行 processing，并且回答问题。但是 fine tuning 呢，是说在你原来 LLM 的基础上，你的这些 knowledge 再去对 model 进行 tuning，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你那个 Query Engine 做的也只是说，在你的这个本地的，就是这个去做的这个 query 是吗？就是不是的，会 OK，所以就是跟这个大这块模型儿我可以，对，大模型其实就是帮助你去做这个判断，帮助你去找哪一段话是能回答你这个 question 的最佳的文章。呀，因为我理解是大模型都是现成的，就是我们用外面的这个大，就比如说别的公司提供的这个大模型，但是我们的这些数据，比如说是我们自己公司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数据，然后我们是调用这个大模型，然后去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数据里面，我们提供的这些数据里面去读，然后就是 query，然后去就是得到我们希望的答案。但是我们自己的公司的这些数据不会再返回给这个就是别的公司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就是让他们再去 fine tune 他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呃，就是让它更好，是这样吗？我的理解对吗？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就是你的数据它就是存在你的这个地方，它不会被 LLM，它不会被任何公司使用。你只要使用他们特殊的 AI 去对你的数据进行保护。嗯，好，谢谢。OK，然后我看静峰举手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开麦。哦，对，我刚才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呃，请刚才问的说数这个跑的过程中，这个数据会越来越大，其实就是对于只是针对 RAG 来说，这个你用 RAG 来进行检索过程中，你是不会增加你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数据的。它这个 vector database 里面存的就是你原来已有的一些 external 的 knowledge，比如说你有一些关于你的 use case 的一些文档或者一些过往的一些 data，你是把它以这个 vector 形式存在 vector database 里面。然后 RAG 它就是说在 query 的时候，它增加了一步，除了在 LLM 自己进行 query 的话，它也可以从你这个你提供给它这个 knowledge base，就是这个 vector database 里面进行 query。它并不会说把这个
query 的结果再去储存到这个 vector database 里面，所以 vector database 的大小是不会因为你跑很多次 rag 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而是取决于你提供给这个 agent system 多大的这个外部的这个 knowledge base。哦，对，好好，这个是我的理解。这个很好的好的。嗯，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有问题的朋友。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嗯，可以。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计划去请某些人去做一些实战，就是实战方面的经验分享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嗯，对。学的，比如说 问的 Lang，非常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想给大家说，提一嘴的，但是那个 PPT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更新。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其实是一个6周的学习，在每6周的学习中间呢，我们会有一个AI seminar 和 AI roundtable 的一个 discussion。比如说在下一周，我们就不是一个课程的学习，我们就是邀请了一位非常资深的 tech lead，他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 vision language model 的一个相关的知识。然后在我们接下来所有的课程结束之后，我们计划去举办这么一个 AI 一个 round table 的一个 discussion。在这块儿呢，我们主要是想去进行一下这个 ChatGPT 的一个 tear down。这边我们也会计划邀请一些比较资深的 PM 呀，或者说 tech 相关方面的不同背景的人来跟大家一起进行一个探讨。然后这个是我们邀请外来嘉宾来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知识的学习的一个方面。在至于你说的这个实战方面的安排的话，我记得这个 AI Agent Course 的这个课程最后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些需要完成一些 project，你才能够能拿到最终的一个最高级的证书。就是这块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做这个东西，我们也非常乐意来帮大家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进行匹配组队，然后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些任务。对，这个很好，多谢。我还有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有很多这个 agent framework，比如说 Llama Index 啊，后面还有 LangChain、LangGraph，嗯，就是在实际的选型之后，实际工作中呢，大家的这个实战经验是什么呢？选哪个？然后选了以后，它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有没有这方面的分享？呃，我觉得我们这几次的课程，比如说2.1，我们学的是一个 small agent，然后2.2学的是个 llama，然后2.3我们会学这个long graph。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在学每一个模型它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像 small agent，它是一个非常 lightweight 的一个工具，然后 llama 呢，它主要是可以跟这个呃 RG 进行结合。那至于在现实生活中，现实的工作中，我觉得可能需要去考虑到你这个，你对于这个模型的使用，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一些 private 的 database，或者说你有自己的一些 knowledge，你想要让这个模型，你想要把这个 knowledge，嗯，让模型帮助你在 knowledge 中进行判断，那么我觉得可能Llama Index 加 RAG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framework。如果你只是想要做一个非常小而轻量的这么一个 AI agent，那可能 Small Agent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相信在我们学过这3个framework 之后，我们可能会对于这些 AI agent 它究竟是做什么的，它们的特点会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对，就是据我了解的话，在工业界的话，LangChain或者 LangGraph 这个 framework 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当然，很多公司它也有这种自己 homegrown 的这种 workflow 的 orchestration 的这种 tool，所以就是也是看所在的这公司它的一个大小和它的一个考量嘛。对，如果大家对于说对于这种实际工作中每一个公司究竟是选用什么样的 model，以及说为什么选择这样的 model 的这个原因，如果大家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的话，如果感兴趣的人数多，我们也会考虑组织这样的活动，然后邀请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个 tech 方面的人士来对大家进行就是来进行讲解。
我想问一下，所以就是像 Unit 4是 Final Project 那里，是大家都会一起去讨论一下，就是自己有那种 hands-on 的 experience，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呢？就是 Unit 4这边。非常好的问题。这块儿的话，嗯，我们其实也想听一听大家的一个意见，因为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这个活动也是，这是我们的，就是整个系列是我们的第一次做这个活动，我们也想知道大家是想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接下来的这个 project。我现在有一个小的 proposal，就是嗯，我们可以线上组队，或者说是，就是大家聊一聊自己想做的什么方向。然后谁觉得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加入组成一个小队，然后这个小队一起去做这么一个 project。如果大家乐意的话，我们也非常愿意去组织最后一场这个 project 的一个 presentation 的环节，让每一个小队去讲述一下自己做这个 project 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去展示自己的 AI agent。这不错，可不可以在微信里面弄个投票，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意见，然后决定一下这样子呢？那不然我们现在就来投个票吧。如果大家觉得很感兴趣，想要一起做这个 project，并且就是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投个一，然后不感兴趣的话就投个零。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人数，看看要不要组织，就在这个 Zoom 的 meeting 这个 chat 里直接投就好了。一表示支持。对，李晨，OK。我有个想法，就是说，这个 Unit 4是我们的 final project 嘛，这个里面的话，它其实是给了一些数据集，然后给了一些这种guidance，然后可以去 create 我们一个 own agent，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也可以是单人完成，也可以是大家组队完成。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自己也觉得可以直接来完成的话，也非常欢迎，就是我们单人完成。然后大家如果觉得想要和其他小伙伴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组队的话，我们是也非常欢迎，就是我们就是主动的在咱们的微信群里面就喊人，号召大家来这个组队。对于我们这个TCC 这个角度来说，我在想我们要就是帮助大家进行组队，还是说我们更多的是号召大家自发的来进行一个组队？如果我们这边嗯。想去做一些这种辅助性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create 一个在线的一个文档，然后比如说列出现在已有的一些对的一些信息，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把自己名字加上。但是因为我们人数整个的话，现在就是30个人左右，我觉得可能可能这个人数量级的话，大家直接在群里面儿就是比如说我比较感兴趣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一起做，就是直接喊一声号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这样也可以。可以，我觉得约翰提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好。我到时候会在我们这个小组的 doc 下面再贴一张表，就是比如说谁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想做小组长，你就可以把你的名字、你的 project 的一个大概的想法，以及你想要多少个人来加入，然后大概的一个信息列在这块儿。如果你想自己一个人做的话，也非常欢迎你来报名，然后你就标一个一就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因为这个 doc 是我们两个群以及我们小红书群，就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的一个信息，大家可以根据这个doc 的信息去进行组队。我们 TCC 只是做一个平台去帮助大家提供信息，然后让大家自行的去进行 match，怎么样？啊，也欢迎大家在群里进行直接的一个小组的组队。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群，可能你在就是不同的群里可能也会有人想要响应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doc 的方式，把所有不同群的人的信息都汇聚在一起。嗯，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因为我们最后一次这个 Unit 4其实就是 Final Project，我们可以跟那个就是 Sign Up 做 Unit 4领读人的这个知网易经去再聊一下，看看这一章节有多少要领读的内容。然后剩下的这一周时间，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有3个小组 Sign Up 了，我们就可以每个小组有5分钟时间或者是10分钟时间，可以去给大家 present 一下自己做的这个 agent。所以，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看了一下，在11月30号这一周好像是我们的感恩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如果有出行计划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一周的课程就是整个往后推迟一周，然后11月30号这么放一周假。我也是刚想问这个，因为刚好是感恩节，可能那个时间安排。是，OK，就行。可能大家到时候在微信投票吧。这只是我也觉得我赶不上这一周，而且也没有可能，就是可能比较少时间在学习这个方面上，所以我就想说是，大家是否可以推迟一周？什么？看一下大家的想法，只是我建议我们直接现在就是我们现在30人就现在投下票，投票吧，对。对，然后因为群里面我们有多个群，然后投票的总结可能也不是特别方便，而且群里面有400-500个人，可能实际参加就是咱们30-40号人。对，所对，以我觉得就是感恩节这周，大家可以去根据现在安排，我们先投一下票，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然后具体是否推迟的话，我们就根据现在这个结果和我们下一周说，我们可能可以再 finalize 一下，因为下周是我们的这个 seminar，是这个有嘉宾来讲 Visual Language Model 的这个内容。然后，呃，那我们如果不推迟的话，大家可以投一个2吧，这样就是两个都有。就是如果就这周有安排，想要去休息一周，11月30号这周就打一个1，如果没有什么安排，觉得可以继续学习的话，我们打一个2。我们再等可能半分钟时间，大家投一下票。目前来说是投一的小伙伴更多一些，大概对，有而且十我们的个人左右。领读人，对，我们这周的领读人也投了一。哦，OK，OK，是先是吧？对，要不我们就往后推迟一周吧，这样刚好留一周的时间，大家可以复习一下之前的一些内容，然后把接下来的内容也可以看一下。尤其是 Unit 4的话，我们其实是一个 project，大家可以用这周的时间去构思一下，看自己想嗯。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可以，然后这样子推迟下来的话，我们最后一周这个 AI Agent Roundtable 的话，就要到新年附近了，有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也有一些出行计划，所以我们在接近那个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 Uni 3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问一下大家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我们把最后一周的这个课程我们推迟到明年，等大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举行也可以。可以，而且这个 project 这一周的话，我们到时候也可能看一下大家的一个进度。如果说已经做出来的话，做出来的比较多，我们就可以如期去进行这个 presentation。如果大家还需要一些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进行接下来的一个调整。嗯。那个还有就想说，那个12月14号 Hugging Face Unit 4好像更多的接近于实战，我觉得它没有更多的这个就是课程上的东西，可以把它合并吧，就是把 Unit 对，4跟那个 这个我 Round 们有点 Table 啊，有点考虑，想把它给变成一个 project 的一个 presentation，因为刚才大家都投票一，感觉非常的感兴趣，想要去做这个 project，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做出成果的一个展示。对，其实3、4重叠性都挺大的，就是我觉得三，更让我看一下三是什么？学二基本上学完了，就是你应该有三是 一些，use case，嗯，就是它实际上是做一个 project。我是觉得与三就其讲，是这个。还不如更多的，嗯，嗯，三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内容，我觉得可以把3和4我们放成一次，然后Uni 4那一次的话，如果有我们就是朋友们自己做的 agent 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 presentation 的这样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在 Uni 3的那个领读的时候，也可以把 Uni 4的这个内容带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它提供的一些这个 GAI 的一些 benchmark 呀，或者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做项目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去给大家留一些时间去做这个 Uni 4的这个 project。对，当然，其实现在我们学了这个 Unit 2.1和2.2之后，包括下一次这个 Long Graph 的2.3，就已经可以去做一些这个
做这个 final project 了，所以如果有大家已经开始想做的话，就可以开始做起来，也不用说等对，到我觉得我们到 Unit 4再开始做。对，就是提前组队，如果想组队的话，提前组队，提前构思，然后提前去做。如果到时候大家真的还需要一些时间的话，我们等到时候再跟大家讨论，看这个时间如何安排。然后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安排就是现在这样，然后从第4周的课程之后，我们会先推迟1周。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因为我们也快到11点钟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周的课程就可以这么结束。然后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社区的支持，对我们活动的支持，然后非常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讨论，然后建言献策，也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我们也欢迎更多新鲜血液加入我们的 TCC，然后跟我们一块儿并肩作战，去帮助华人职场社区变大变强。OK，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好，感谢大家，周末愉快，拜拜。感谢立晨。如果大家有想加入 TCC 做志愿者的话，就欢迎在群里面加我或者立晨的微信，然后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的对接。对，好的，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约翰。